在那毁天灭地的瞬间，临近的地面飙升至4000多度，许多身处室外的人顷刻间化为虚无。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留下的痕迹只有影子，也就是人已经热辐射烧蚀后形成的原子阴影。1945年中旬，日本已经完全丧失了制空权和制海权，周边海域遭到严密的封锁，国内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境地。因为缺乏燃料补给，飞机坦克成了一堆废铁，工业生产陷入瘫痪，一些地区甚至爆发了严重的饥荒。基于这种困境，首相铃木主张通过谈判结束战争，但陆军老大阿南惟几人坚持本土决战。他认为日本依旧拥有开战时的全部领土，本土和中国还有400万的兵力，只要一声令下，这些士兵就会心甘情愿地奔赴战场，以身殉国。为此，军方征召了15到60岁的男女老少，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民兵队伍，人数一度高达2500万。军方给每个人配发了竹枪和柴刀，日夜进行自杀训练。缺乏燃料的空军则将剩余的9000架飞机藏匿起来，计划在最后决战时向美军发起神风攻击。此时，日本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一郁郁岁的疯狂氛围中，每个人都在学习怎么去死，怎么去为国尽忠。军方深信，只要以这种方式坚持下去，就能将美军拖死在战争的泥潭里。与此同时，美国计划动员38个师，共计200万人，向日本本土发起全面进攻。但在之前的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中，美军和日军的战损比几乎达到了1比1。如果继续登陆日本，预计还会有上百万人的伤亡。对日本来说，伤亡只是一个冰冷的统计数字，但对美国来说，每个1都是惨痛的事实。正如美国老兵说的一样，他们又是谁的兄弟、谁的父亲、谁的丈夫？为了快速结束战争，总统杜鲁门开始考虑另一个方案。早在30年代，物理学家们便发现原子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，像一颗水所含的能量能将100万吨的物体举至珠穆朗玛峰，一把雪可以为一栋公寓提供半年的供暖，一丝空气甚至能让飞机连续飞行1年。不过要实现这些，需要将物质转化为能量，这便是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方程。1939年，德国纳粹成立了铀俱乐部，专门研究原子能在军事方面的应用。可由希特勒的反犹政策，导致大量的科学家逃离出国，转而去为英美效力。其中，德国诺贝尔奖的27个，包括了爱因斯坦、泰勒·费米波恩这些最顶级的物理学家。人才流失导致德国的核武器研究陷入困境，最终于1942年停滞。也就是这一年，美国在爱因斯坦的建议下启动了曼哈顿计划。为此，美国占用了全国1/3的电力，甚至融化了财政部的8万吨白银储备，以修建电磁分离厂，提炼铀235。最终，在奥本海默的带领下，美国一共动用了10万名顶尖人才，耗资20亿美元，终于造出了原子弹。核试验进行前，科学家曾担心巨大的爆炸会引燃大气层中的氮气，摧毁地球。尽管概率仅有1.6%，但这微小的风险至今让人感到后怕。1945年7月16号，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的沙漠中成功试爆，原子能时代自此开启。爆炸瞬间，支撑的钢塔直接蒸发，周围的沙子也被融化成了玻璃。对奥本海默来说，那一幕就好似世界末日。Now I am become death, the destroyer of worlds. 经过测算，这枚原子弹的威力约等于2万吨 TNT 炸药，相当于5000架满载普通弹药的轰炸机。而这可怕的能量仅来自于块比网球稍大的布。当那道耀眼的光芒划破天际时，一名少女忽然抓住姐夫的手问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姐夫转过头惊讶地看着她，原来小姨子是一名盲人。自1945年3月起，李梅将军便对日本展开了大规模轰炸，67个城市沦为一片废墟，2000万人无家可归，死于空袭的人一共有90多万。因此有人认为李梅的轰炸机足够摧毁日本，投放原子弹纯属多余。实际上，一次又次的轰炸并没有改变日本人顽抗的决心，而原子弹可以将沙子变成玻璃，让盲人感受到光明。只有这种惊天威力，才能让日本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绝望，彻底瓦解他们的战斗意志。其实丢原子弹之前，美国不仅给了日本最后投降的机会，甚至留足了面子。当时美国通过破译电报得知日本政府不是不投降，而是要有条件投降。哪些条件呢？第一，保留天皇制度；第二，战犯由本国处理，不交给盟国审判；第三，美军不能随便进入日本。考虑到天皇在民众中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他一旦有任何闪失，非但不能迫使日本投降，还可能让每一个日本人坚持抵抗到底。
所以盟国在7月26号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，将条款修改为日本武装力量的无条件投降，这为保留天皇制度留下了很大的余地。可日本却将这种让步理解为美国的软弱，加上军方的压力，首相铃木并没有对波茨坦公告做出任何表态。日本国内称之为默杀，意思就是不投降不拒绝。我个人认为这个模棱两可的词语应该隐藏着和美国讨价还价的意思，说白了就是得寸进尺，除了保留天皇体制还想争取其他条件。不过美国人并没有这种悟性，他才管你的默杀里有多少层含义，反正没说同意就拒绝。在此之前，日本的很多城市都遭到了美军的轰炸，唯独广岛、长崎等地一直安然无恙，人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。甚至有传言称，总统杜鲁门的母亲被囚禁在市里，美军才不敢贸然轰炸。实际上，美军是有意留下这几个地方，以作为一个天然的试验室，精确测量原子弹的爆炸效果。1945年8月，一枚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运到了提尼安岛，它重达4吨多，加上燃料，B-29轰炸机接近7吨，严重超载。一旦起飞时坠毁，很容易引爆原子弹。届时，数千名军人和500多架轰炸机将连同着整座岛一起从地图上抹去。所以，核弹专家百森斯决定飞离岛屿后，再把点火炸药和原子弹组装起来。经过讨论，美军将轰炸目标定在了广岛。自古以来，这座城市就是日本最重要的军事基地。从清朝甲午战争开始，绝大部分侵华日军都是从这里运往中国。广岛还有许多生产枪支弹药的军工厂，同时也是日本最大的毒气制造基地。其生产的化学毒剂占到了日本总产量的90%，而当地的老弱妇孺也在参与军工品的生产，一个家就是一个小作坊。此外，广岛附近有一圈山岗，这种地形会产生聚焦效应，放大原子弹的爆炸威力。8月6号凌晨2点，载着原子弹的轰炸机成功起飞。15分钟后，核弹专家百森斯离开座椅，小心翼翼地爬入弹舱，逐一将点火炸药安装到原子弹里。听起来不难，可在震耳欲聋的噪声和持续的颠簸中，每一个简单的操作都异常困难，特别是更换安全按钮时，稍有差池便会当场引爆核弹。所以百森斯每一个步骤都要通过无线电和科学家们仔细核对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清晨7点，轰炸机一路畅通无阻抵达了广岛上空。此前美军连续几个星期派 B-29来巡游侦察，所以人们早已习以为常，这次也当是正常巡逻，谁也不在意防空警报，只顾着赶路上班。在成百上千的地下作坊里，人们正热火朝天地开动机器，为即将到来的战斗生产枪支弹药。城内的数万名士兵也在照常做着早操。8点16分，小男孩随着夹子松开，落入了冰冷的空中，然后以每小时1100公里的速度直奔下方的广岛。当雷达判断到距离地面600米的高度时，触发了点火程序，原子弹开始逐级释放出巨大的能量。核爆初期，爆芯的温度达到了6000万度，比太阳表面还高出1万多倍。火球瞬间吞没了市中心，附近的2万人当场蒸发，除了影子外什么都没留下。紧接着，冲击波以每小时1万公里的速度向外席卷，比声速还快7个倍。一时间，电车、火车如玩具般被掀翻，几公里内的木质建筑被夷为平地。瞬时的死亡人数至今无法精确计算，有人估计为4万，也有人说是10万。冲击波过后，周围的空气被迅速抽走，形成了极端的负压区，许多人还来不及奔逃，便被当场撕成了碎片。接着，浓烟笼罩了整座城市，明媚的清晨变成了一片漆黑的火海。烂瓦碎土中不停传来一阵阵哀嚎，少数幸存的人拖着残肢断臂，漫无目的地往前挪，东边的想去西边，西边的想来东边，整座城市就如同人间炼狱。上午11点，爆炸的蘑菇云携带着大量的灰尘和浓烟进入云层，和水汽混合在一起，形成了墨汁一般的黑雨。烧伤的人们早已干渴难耐，张开嘴迎着天就喝。几天后，这些人全都中毒身亡，到死他们都不知道雨水中含有大量放射性物质。即使逃过了死神的层层追捕，在未来的几个月里，人们也会因为无处不在的辐射患上各类疾病，头发会开始脱落，五脏六腑也会慢慢腐烂，哪怕有个针眼大小的伤口也会血流不止，因为体内的白细胞已被辐射杀死，血液无法对抗细菌的感染。然而广岛核爆后，日本依旧冥顽不灵，认为美国东拼西凑仅仅搞出了一枚原子弹，所以拒不投降。有个笑话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即使大本营被赶到富士山顶，日军依然会说形势有利。不过原子弹并不是几个老师傅搞出来的概念产品，而是已经实现了稳定的流水线生产，平均1个星期就可以造一枚。
按照美军的原计划，第一个月投放3枚，第二个月再投放4枚，每月逐级增加，预计到年底一共会投放23枚。8月9号，第二颗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向长崎，它的威力等于 2.2 万吨 TNT 炸药，几乎是小男孩的 1.5 个倍。当天的死亡人数高达6万，而爆点刚好落在了三菱公司的军工厂上。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鱼雷便是这里生产的。而日本走到今天，不只是自取灭亡罪有应得，也是自食恶果。因为早在1941年，日本的物理学家仁科芳雄便带着上百名科学家开始研究原子弹，可由于国内缺乏铀矿，导致进度缓慢。一直到1945年5月，日本终于从德国纳粹手里获得了540公斤的氧化铀235，不过却在运送的过程中被美军秘密截获。后来这些原料中的一部分便用来制造小男孩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枚原子弹不是落在日本人头上，那便会落在美国人头上或中国人头上。8月16号，当美军正准备投放第3枚原子弹时，裕仁天皇使用古代的日语方言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在此期间，一些军官还发起叛乱，试图抢夺投降诏书。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甚至扬言，整个民族像一朵美丽的鲜花般毁灭，岂不美妙？由此可见，日本已成了至死方休的杀人机器。他们不仅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战争和灾难，还带着本国人民走上了军国主义的绝路。所以原子弹不只救了美国的上百万士兵，也让日本少死了上千万人。从更高层面来说，这便是怀着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。而日本也给后世起到了一个警示作用，通过广岛和长崎2次核爆，人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原子弹带来的巨大灾难。正是这种恐惧，使得今天的人不敢再随便使用核武器，几个拥核大国相互威慑，相互制衡，形成了一种相对长久的和平。